手机充电器坏了，不要急着扔，简单改造修剪一下，使用价值立马翻倍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。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，手机等电子设备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。随之而来的问题是，手机充电线的损坏率也随之增加。我们发现手机每天都需要充电多次。我们把充电线折叠放在包里或者家里经常使用后，充电线的接口容易断裂，特别是小头的这一面，一旦断裂，使用这样的充电线给手机充电就会有安全隐患。建议大家不要使用断裂的充电线。是否想过通过简单的方法，也许可以修复它们呢，并延长它们的使用寿命呢？接下来将介绍3招实用的方法和技巧，只需要把坏的插头从这个部位剪断就可以了。那现在一起来看一下，把这个任意的插头剪掉。大家看，从这个部位啊，剪下来一点，把这个部位留长剪，这样就可以了，把这个插头剪断了。那现在给它们去一下皮，把它们这样拧一下。好了，那我们把另一端充到这个插头上，这样插上就可以。如果家里的 LG 灯坏了，我们没办法确定是哪一个灯珠损坏的情况下，就用这个充电线来给它检测一下，把另外的这个图直接剪掉了。现在插到插座上，我们来对着灯珠检测一下，看哪一个灯珠不发亮，说明哪个灯珠呢就损坏了。那如果灯珠发亮，说明灯珠是好的。大家看，珍珠发亮，灯珠是好的。如果灯珠不好，就把这个灯珠确认为是损坏的灯珠。亲爱的家人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容易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还不错的话，麻烦您动动发财小手，帮我点个赞，支持一下吧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帮助，谢谢大家了。那还用它来做什么？接下来再分享另一种。我们找到小头的这一边，这里我们要将其简单的改造一下，保留住大端口。我们把小的这一头剪掉，把白色的皮剪下来。我们会看到4根线，数据线里面的4根线分别为：红色为电源供电正极，黑色是电源供电负极，绿色线为数据传输正极，白色线为数据传输负极。这里需要用到红黑2根即可，剩下的2根直接给它剪掉就好了，不会影响后面操作就好。另外2个现在用剪子把它的外皮给剥下来，露出里面的铜丝。2根都是同样的方法。外皮剥下来后，用手这样把铜丝拧紧，会具有更好的传导功能。充电线就简单的改造好了。这样改造的充电线究竟有什么用途呢？生活被各种电子产品所包围，像小风扇啊、手电筒、电钻等等，这些产品都是依附着锂电池来工作的。锂电池因其轻巧高能量密度而成为电子设备的主要能源，但在长时间未使用后，往往会出现充电问题，比如充不上电。这会儿我们再来给它充电试试看。我手中有一块电池是能正常工作的，而另外一块是处于饥饿状态，充不进去电的。其实通过一些简单的维修技巧，您可以轻松地激活它们，让它们重焕新生，延长使用寿命。这边把改造过后的充电器插上电。接下来将重连线连接到电池的正负极，注意看电池的正负极，一般红色为正极，黑色为负极。这样把它强制充电20秒左右后，过程中注意摸一摸电池，如果它出现发烫的现象，就再等一等，然后继续充电。
等待一段时间，让电池处于这样低电压状态下充电，通常大约需要10分钟左右，就断断续续的。这样可以慢慢的提供一些电流给电池，帮助激活电池，将电池连接到充电器进行充电，直到电池电量恢复到一定的程度，现在就差不多了。然后使用标准的充电器进行充电试试看能不能行了。经过几分钟的低电压，充电电池重新获得了一定的电荷，可以正常的被充电器识别了。接下来继续使用标准充电器对电池进行充电。经过几小时的充电后，电池恢复到了正常的状态了。您学会了吗？现在我们在使用它，不管是玩具还是风扇，都能够正常运转的。您看它专用的充电器输出是 4.2 伏，而手机充电器它的输出电压是5伏，它们相差不大，也就 0.8 伏。用这个方法来修复是安全的。通过这种低电压恢复的方式，可以有效地激活饥饿的锂电池，让它重新获得充电能力，恢复到正常状态。再来看看第3个妙用，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年人眼睛花了看不清啊，穿针比较麻烦。平时在家里面呢，经常缝缝补补的，还有很多年轻人也不会穿针，感觉特别的费事。其实呢，用这个废旧的充电器线就可以一招搞定穿针。我们把这个线包好之后，剩下的是铁丝。我们稍微包得长一点，先把这个线穿到我们的针里面，再把线放到这个圈圈中，直接用我们的针直接拉过来即可，这样穿针特别的方便。无论是年龄大的老人还是青年人都可以穿，而且1秒就可以穿透去，简单方便又实用的。在这个万物皆可 DIY 的时代，又怎会缺少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 DIY 修复？不仅能节省购买新物品的钱，还能节省麻烦，也能锻炼我们的手艺，在动手操作的时候，思路和行动都得到锻炼，使得我们的身体更加灵活，真是一举多得的好习惯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喜欢的话可以试试哦。如果觉得我的视频还不错的话，麻烦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